好，我们直播开始啊！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境对话云居啊，欢迎云居。好，谢谢北境先生的邀请，很高兴能参与这场对话。那我们就先有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觉得，自我介绍我就简单一点吧，就是，我是一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一位跨性别女性，然后之前在中国的职业是律师，就是我来美国算是比较晚吧，但是呢，就是说，在这边也经常关注一些美国的跨性别政策呀，然后经常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就对比，就说相当于是在为自己的一些在这个社会的生存发展找一些解决思路吧。所以说，就特别想参加这期节目。当然了，就说也有易碎君的介绍了，因为我跟他是现实里的朋友，所以说我看到他上北京先生的节目之后，也觉得就是说这个对话很有意义。那对，我们关于我的其今天想聊他信息，点什么呢？啊啊。今天什么？对，我是说我们今天打算聊一些什么话题呢？我觉得今天我主要带了5个话题吧，每个话题其实都能聊挺多东西的。我们要不一个一个来说吧，就是，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青少年跨性别政策的问题。嗯，就是我简单做一个开场吧，就是针对我目前的了解，就是说，因为现在美国两党对这个问题存在一个很激烈的分歧，就说民主党的话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较支持，就是说跨性别的医疗是要从早期，尤其是青春期早期就开始治疗。但是共和党的政策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虐待儿童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应该在法律上禁止儿童、青少年进行跨性别的一些相关治疗，甚至就是说，哪怕是父母同意也不行。所以说，这个就带来一些我的思考吧，就是说，我想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我自己的思考。当然这也是跨性别社群里面内部的一些思考。好啊，好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有一个回声的问题，所以就会导致一个我跟嘉宾的这个对话就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顺畅，就是我在说话的时候只能暂时先把嘉宾给 mute，然后再把这个打开，就很难我们同时在说话，因为会有一个回声反进来。那我就再问嘉宾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然了，我们看到嘉宾是一个没有露脸的状态啊，那么声音也做了处理，这个当然是保护他的隐私啊。那么，所以我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有冒犯之处，就多谅解啊。那么，如果说你觉得涉及到你的隐私，不方便回答，就干脆的拒绝我就可以了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尺度，由你来判断。所以你刚才提到了，就是美国两党现在对于这个跨性别的这些公共政策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当然你有你的思考，一会儿我们很期待听你的这些思考是什么。但是先回到一个你刚才说到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跨性别这个群体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啊，那么对于他们什么时候应该接受一个这个社会的一些帮助，对吧？或者说一些调整，那么你认为是越早越好，是吗？对，我认为就是说，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在青春期的早期，其实就是可以干预的。那么就是说，你个人而言，因为你刚才说了你是一位跨性别女性，那你是什么时候，大概什么年龄，然后发现
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你想要去干预它，就是你个人的一些亲身经历啊，导致你有这样的思考，能分享吗？这个可以简单讲一下吧。其实绝大多数跨性别，不管是男跨女还是女跨男，其实都是在青春期的早期阶段就出现了一系列就是身心不适的问题。但是就是说很多人他没有这个条件，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所以说就是说他不敢告诉父母，然后呢，父母可能哪怕知道了也不理解，也不可能是求助于医生，所以就导致就是说很多人就度过了一个不太正常的青春期。然后就包括我，就是说度过了一个不太正常的青春期，然后呢，直到长大以后自己经济独立了，有条件了，再去想要去进行一个性别肯定治疗的话，会发现这个成本，不管是哪方面的成本，就是比如说医疗需要的医疗资源的投入，比如说需要一些社会的一些社会化的训练，各种各样的都是需要更高，甚至可以说是几十倍以上的成本去改变。所以说，我是大概是25岁到30岁之间吧。然后我就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有点后悔的事情。当然我后悔也不行，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我的父母在那个时候会支持我的，对吧？就是说我哪怕我可能不是说出生在那种非常非常，这种好像很落后的地区，其实也是这样。我最近啊，在写一本小说啊，我观众那些我这个频道的老观众啊，他们都知道啊，我已经差不多快1年了，我一直在写一个小说。那这部小说呢的主角，我就设定为是一个跨性别的女性。那么她在我这个故事里啊，她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是30岁。那么就像你说的，如果早一点呢，他可能就呃不必要去经历他青春期的这种被人霸凌啊，就是说或者他自身的这个跟社会不相容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些很悲伤的事情，他不用去经历了，有可能。你刚才也提到，就是你差不多也是25到30岁啊，那我觉得可能今天真的可以从你的这些经验里和你的思考里，可能可以促使我们去反思这个事情，因为如果要是更早一点做的话，就是纯粹从生理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可以，比如说恢复得更好，或者说他更早的就我们说纠正了他的这个性别，对于他这个融入这个社会就更好一些呢？呃，就是当然了，从医学角度来讲，肯定是这样子，对吧？就是说，年轻的话，毕竟恢复的非常快，不管做什么手术，18岁做跟30岁做，它对身体的损害是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嗯然后就是说关于社会融入，其实对也是这样，就是说越早与就是说自己认同的性别去生活的话，他能越早积累到这个性别的经验，就是说对男性女性他们之间，就是说与同性与异性相处，它其实有一种非常细微的差别，有非常细微的一些语言上面的一些潜规则也好，怎么样也好，对吧？就是说，如果说改变太迟的话，其实很多跨性别女性和跨性别男性是很难去无缝的去衔接到就是男性群体或者女性群体的这种生活之间吧。然后再比如说，可能社会里对女性会有一些比如说外观上一些社会规范上的要求比男性会更加多一点。这个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很痛苦的转型时期吧，就是说。嗯，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还挺有
意思的啊，就是说，因为比如说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那么如果他可以尽早的去干预去做这个手术，然后真正变成一个女性，那么他就可以以这个更100%的一个女性的身份去生活，是吧？然后他就可以去像你说的积累作为女性的一个生存的一些经验。包括这个语言上啊，包括融入这个社会的这个语境里，它也可以以这种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身份去融入。你刚才提到这个，那我就想问你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这个人啊，现在对于这个性别的定义是挺复杂的，有的人就认为只有男性跟女性啊，有的人认为分很多种性别。但是刚才在你的这一段描述里呢，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你也是认为就是只有男性跟女性吗？因为你就说不管是怎么干预，不管他出生下来是本来是男的还是女的，那最终还是要融入到这两种分类里，就是归到男性或者归到女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错了。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自然选择跟社会演化结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从自然角度来讲，就是说统计上来说，就是说确实就典型的男性的一个生理心理特征，和典型的女性的生理心理特征是占人群中的基本是绝大多数当中的绝大多数。但是在文化上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很多文化是存在着一个，就是说非男性和女性的一个社会文化当中的性别，就是比如说印度可能有第三性别，泰国或者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宦官，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存在这个不能完全融入于就是男性和女性的这两个框架当中的。嗯所以说，但是呢，只能说就是说，我如果说作为一个跨性别，不管是男跨女、女跨男，或者说是非二元，他们在跟社会进行一些交互的时候，呃，绝大多数比较怎么说呢？统计上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是需要去把自己嵌入到一个两性的文化当中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比如说，在美国，比如说可能，对吧？对于性别，他可能只有先生、女士，或者说那个人，但是那个人的话，就可能会导致一些歧义。都当然了，如果说一个跨性别人士，他所处在的国家，他所处在的文化，对于一个第三性别有非常广泛的认知度的话，我相信他肯定是能够融入到这个这个第三个性别当中。如果说他想要的话，I mean，只是我个人觉得，去试着去融入到一个二元文化当中，是对自己痛苦最小的一个选择，是一个最广泛适用性的选择。You know，就是说，对对，我觉得但是就是说，我观察到这么一种现象啊，就是说，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对于跨性别这个事情啊不太了解的人，或者说有一些偏见的人啊，很容易拿我一会儿要说的这个事情举例嘛。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体育竞赛中，对吧？无论是这个，比如说跑步啊、拳击啊什么，就是说这种好像男女之间差别会比较大的。这种有这种身体对抗的这种竞赛项目，那这个就会有点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的整个人类的这个社会或者说文明进化到这里，很多的分类还是二元划分的，就是非男即女的。那这个划分呢是很粗糙的，很粗鲁的，就是不是很讲究的，是吧？那么就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出生下来，生理上会更偏男性，但是他可能心理认同或者他实际上的这个，这个雌性激素、雄性激素这个分泌啊，这个比例什么的，最终他觉得，我应该变成女性，那么他也进行了这个医学的干预啊，最后变成了女性。那好，这个时候他是一个运动员，比如说，或者说这就是他的爱好啊，打拳击啊，随便是什么运动。那么
摆在他面前的路就特别的狭窄，是吧？因为没有一个除了男性跟女性之外的第三性别，甚至第四性别、第五性别的这种比赛没有，那他就只能还要去参加，那他没有办法参加男性的比赛，对吧？他可能已经做了一些手术或者什么，吃了一些药啊等等，但是他现在就得去参加女性的比赛，但是女性又觉得不公平，因为你的身体，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几岁去做的这个手术，是吧？那你可能原来是按照男性的这种激素在成长起来的一个身体，你可能天生就比一些女性运动员要更强壮，那这种比赛的结果又不是很公平。我觉得很多人是在这个角度去抨击跨性别这个文化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是存在着一定的不公平，就是说，从我们经验和理性推导是这样，如果说一个人他完整的经历了男性的青春期，然后呢，他是跨性别女性嘛，然后他进行一些性别肯定的治疗，变成了女性，然后呢，但是呢，这就导致他在 for some reason 有可能是比如说男性青春期带来的肌肉密度，或者说是怎么样，造成了一些不公平的问题。所以说就是说，可能很多人是反感这一点。但是呢，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其实我对这个问题是存在一定开放性的，就是说，我可能拳击其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因为它男女之间差异是非常大。那我们往其他方向推导一下，就比如说是那种更侧重于比如说身体的技巧，更侧重一些比如说灵巧啊、柔韧啊这些运动，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就说慢慢的发展出一套规范，能够让跨性别女性在不影响公平性的情况下参加女性运动呢？比如说它有一些比较细致的规则的，就是说参赛规则的一些制定，比如说它必须要有什么条件，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好像以一个非常极端的男女差异非常大的一个体育项目去，好像一概而论的去否定，就是说啊，跨性别女性她不能参加所有的体育项目，因为有少部分的体育项目，我知道骑马的话是完全女性是完全是优于男性的统计上来说。所以但是呢，至于说那些拳击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男女差异真的非常大的项目，我个人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或者说未来有一天或许有一个技术，或者说有一种for some reason 一些药物啊，或者说是一些东西能够甚至可以把肌肉密度这个也能改变，那我觉得他如果说能够在统计上来说，比如说就是跨性别女性和顺性别女性，就是参加同样的项目，我们没法从统计上来说得出好像跨性别女性有了这种不合理的优势。统计上来说，好像这一回是顺性别女性，甚至大部分都是顺性别女性赢，跨性别女性就虽然说好像对吧，身份有些独特，但是她好像并没有什么优势。那么我觉得完全是可以让跨性别女性去参加女性的运动会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法做出一个好像统一的法律，因为这个是完全是违背了我认为的这种社会自发秩序的，这是一个以武断的一个统治者的思维去强行遏制了这个社会的演化。对，大概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是得接受，就是在不同的领域或者不同的场域，那么这个规则应该是可以去细调的，是吧？不可能是一刀切的一个公共政策。所以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那么你所谓的现在美国两党对于跨性别的这个公共政策是撕裂的，是不一致的啊。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这个里面，其实是考验一个这个政策是不是可以更灵活或者制定的更细化的这么一个。当然我说的是外行啊，那么你是这个战斗在这个一线亲身体验的，然后今天是带来你的思考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你给我们讲一讲你的思考。
其实，对对，其实我的思考其实差不多也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就是说，我是觉得应该以对话来代替某种政治口号啊。当然了，我觉得可能很多美国政客他们是不会真的去这样做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是以双方能够比较能听得懂的语言，就比如说，一些右派人士或者说保守派人士吧，就是说哪怕就是说咱们不说什么歧视之类的话题，那关于这个个人自由，对吧？自发秩序、社会自发组织这样的语言，他应该是能够听得懂的，对吧？对吧？所以说，如果说能以一种好像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语言去交流，而不是一方，比如说民主党说啊，你不让跨性别女性参加女性运动，你这就是歧视，歧视，歧视。但是这个语言是没有效果的，我们只能是以一种双方都能听得懂、双方都能有一定共识的语言，比如说甚至可以说，比如说商业利益，比如说跨性别女性参加这个女性运动，它没有损害什么商业利益呀，对吧？甚至有可能还会有更多商业利益呢，对吧？从这种很实际、很现实的角度去对话，而不是一种好像鸡同鸭讲的这种感觉。就共和党说啊，这不公平，这不公平，一旦参加了不公平，但是呢，却好像没有真的细化到底怎么不公平，什么项目公平，什么项目不公平，对吧？然后民主党又对，说啊，因为歧视歧因为视，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实现公平？你不让他去参赛，那对他而言也不公平，是吧？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咱们就就我觉得就是说，有些时候共和党的一些支持者会拿一些很极端的一些，好像捏造出来的一些事情来说，比如说他会觉得好像这个人，变性就是为了参加女性的运动，就是为了好像在女性运动里面拿一个好名次，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生殖系统的对吧？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像我们认为一个正常人、理性人会干出来的事，但是他们会好像构建出好像一个男的，他就是为了名和利，去得到一个好名次去变性。但是我相信绝大99.9%的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很多很多跨性别人士其实想要的不过就是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去参加自己喜欢的项目，因为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业余的，甚至连业余都算不上，只是就是想要跟其他人一起去进行一项运动。那难道连这个很基本的运动，这个人权都要就这么武断的剥夺吗？对吧？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争论的一个焦点啊，就是说，你今天也带来一张图啊，我们可能可以看着这张图来聊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到底性别分多少种啊？你可以说说你的看法。然后这个最麻烦的一点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分了性别，是吧？是从这个胚胎期的时候，还是从什么时候？那这个性别在划分上，或者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啊，由于这个激素的比例啊，或者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它就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导致我们需要后天的人为的去干预它啊，去帮助它治疗它或者改变。这个需要听你来解释一下。还有呢，就是说，那这个干预，就刚才最早你说的啊，越早越好。其实我所观察的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啊，或者说这个不同的声音，有一个很大的争执点就在这里，就是说什么时候去干预它？那你说的越早越好，但是越早的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人他还没有成年，或者他还是在很懵懂的一个青少年时期，那他可能对于很多事情是不是很了解的啊？他也没有一个很强的自主性，能够为自己的决定去负责任，因为他没有成年，那就涉及到可能他的父母或者他的监护人要承担起这份责任。那么，但是他们是否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等等的，这个围绕着这个的所有的这些讨论，我相信你比我更了解的更清楚啊。那我们就从这个点去往下聊，你看好不好？
可以，但是可能刚才你问的问题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要不就一个一个来说，就可以，是第一个问题问的就是说是什么，就是性别是什么时候分化，还是这个我有点记不可以，清楚。你可以从这个，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性别，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化啊？可以，性别从什么时候分化？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医学的问题，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的角度其实可能不算是一个纯粹医学的问题，因为我们至今都没有一个对好像跨性别人士的大脑跟身体的差异这种，有一个好像非常决定性的结论。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在生理性别和性别认同之间，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中性的、比较中间的说法，就是说，表达性别或者说是presented gender presented sex，嗯哼，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其实不是好像看到一个，比如说他的染色体是什么，比如说不是看到他的生殖器官是什么，而嗯是看他进行的一些性别表达就是说，比如说平常普通人看到他的第一眼是认为他是男性，或者说认为他是女性。如果说是以这个基点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的施展的话，可能它的成本会小非常多。就好比一些什么这种老生常谈的厕所问题，共和党说他们要禁止生理男性进入女厕所，但是生理其实有很多个层次啊，对吧？染色体、激素水平、第二性征、第一性征，对吧？这是一个非常但非常武如果断的说法。但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就是我的外在，就像咱们不用去测基因啊，不用去测染色体，不用去搞这些医学名词，那我们就从一个你的所谓表达性征是吧？我表达出来，比如我现在我表达出来我是女性，那这个怎么表达？那可能我要这个穿的衣服啊、打扮呀、什么的，但这个不就符合了一些我们对于女性的一些刻板印象吗？比如说女性就应该长头发，比如就是假设啊，比如女性就应该穿裙子，就应该有高跟鞋，就应该抹口红，就应该等等，就这一切不都是对于女性的一个刻板印象吗？这是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划定这个政策的话，那我直接男扮女装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比如说男娘啊或者什么的，是吧？他就是喜欢穿女装，那难道他就可以去女厕所了吗？嗯，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啊，因为 OK，就是关于就是说关于表达性别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嗯但是如果说一个生理男性他的外表真的是跟女性基本上就是一样的，那么他反而是去男厕所是对男性的一种困扰，他去女厕所反而是对社会最小的困扰，对吧？如果但我说他是一个还是有点不太理解啊，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很难理解啊。就是说，一个男性他的外表，就跟一个女性没有区别，就是这里边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什么样的外表它是男性的外表，或者什么样的外表就是女性的外表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他是一个人的一个稍微比较主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因为这个我就拿我自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啊，实我刚开始进行激素治疗的时候，甚至绝大多数可能现在有时候我基本上都是比较偏中性一点的打扮，就是不会穿的特别女性打扮，然后头发的话也不会说刻意留的非常嗯长，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剪稍微短一点的头发，但嗯。是但是我确实就是说在进男厕所的时候，会给其他人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困扰。
确实进女厕所的时候，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个。对，就是说，因为比如说刚开始 HRT，如果说从一个比较 general 的角度来讲，我确实生理上是男性，尽管就是说我开始 HRT，对吧？但是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比较中间的状态，也不能说好像完全归类为生理男性、生理女性，但是确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就姑且吧，咱们比较武断的定义一下，说这个叫生理男性，武断定义一下。但是我确实这个，如果说他的给人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个男性，那他去女厕所，那他就会造成一些社会摩擦。如果说他的第一印象是女性去男厕所，也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社会摩擦。如果说是一种减少社会摩擦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以一个这样子的社会规范去认识到，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制定一个法律，说好像让这个打引号生理男性一定要进男厕所，对吧？其实这是对跨性别女性的一种比较尴尬，甚至有些情况下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政策。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方式，它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比如说，你比如说我吧，如果我明天啊，我化个妆，我穿上女装，然后我就去女厕所了。因为如果我不去女厕所，我去男厕所，比如我穿着一身女装，比如把头发留长，或者我戴一个假发，然后就反正打扮成一个女性的样子，我就直接进入到男厕所。那在男厕所里的这些男人肯定也觉得很困扰，是吧？很奇怪，这么一个人到底是怎么也很困扰，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纯粹以这个来划分的话，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困扰我很久了。我之前在和泰国那边的嘉宾，我们在做对话的时候，因为接触到很多这样的群体嘛，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的人是，包括欧美，很多人是跑到泰国去做这个变性手术的。那么我们就说中国的例子好了啊，中国跑到泰国去做变性手术的，然后因为我们当时跟一个这个诊所有很多的这个接触，就也想了解这个案例嘛。那么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呢，就发现其中有很大比例，他们提供的这个数据啊，我不知道真假啊，但是提供的这个数据说，大概有70%的比例，就做这个手术的人啊，他不是认为自己是女性，所以我要变成女性，不是，他就是男性，但他也心理上认同也是男性，就一切都是男性。但他为什么一定要做手术，把自己至少在这个表征上改变成女性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去年吧，是去年还是前年，就这个南京红姐的那个事情，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一个就是等于他是在算什么卖淫是吧？就是性服务，提供性服务挣钱。那么他可能还没有这个南京红姐好像还没有做手术，但是他就是为这个他自己可能还是男性，但是他打扮成女性，按照你刚才说的表征这个性别，那他就是女性了，是吧？但是他服务于这些男性。但是我们知道，他红姐这个不是一个个例，就是在中国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他就是生活所迫吧，他进入到这个行业。那他们这个行业里呢，是分一个，因为你总归是为了钱嘛，对吧？那么如果你身体上还没有做手术，你只是男扮女装，那你挣的就是最低的这个钱。就你可能比如像南京红姐这样，就很便宜啊，每一次就是可能50、100，甚至人家可能拿一筐鸡蛋就可以去完成这个事情。那么但是呢，如果他想挣更高的钱，他就要去更像女性，而不能只穿一个女性的衣服，所以他就会去，比如说隆胸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他们叫半腰，就是做了一半。那么还有就是说要做全套，就是整个连下身都要做成女性。那么这样的话，他完成这个手术之后，他挣的钱就更多了。当然，他不考虑他的这个后续的这些风险，他只是为了迫于压力，他要挣更多的钱。那比如我就想问你，像对于这样的人，那他已经完全是表征成一个
女性了，是不是？那么我们这个政策就会支持他们完全按照这个女性的这个方式去生活吗？你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就很多人会去钻这个空子，对吧？等一下，其实这个我刚才也有点疑问，就是说，这个钻空子指的是他想要是去钻哪方面空子？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厕所的例子啊，我们拉回来一点，就是你说的一个人啊，我先不管他心里怎么想，我们不知道，对吧？就是他现在一个男性，然后他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女性了，穿着女性的衣服啊，打扮成一个女性。按照你刚才说法，就是说我们就不考虑这些染色体了啊，我们也不去测这些东西了，生理上这些讨论太复杂，是吧？你就像你这张图上的有这么多种，不是只分男和女，是吧？里面有什么 XYY， 有什么 XSY， 什么就很复杂。那好，我们就按照表征来去判断的话，那么如果一个男性他穿着女性的衣服进入男厕所，就像你说的，他会给这些男性带来困扰，是吧？那么好，他就应该去女厕所。那如果是可以这样的话，那比如说一些人他不，其实他心理上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但他就为了去女厕所，所以他就把他自己打扮成女性，跑到女厕所去了。那这个对于那些在女厕所里的这些女性，不是也是一种困扰吗？你等于是就用这个方式放进来一个很轻易的就放进来一个流氓啊，一个变态啊。OK，我大概明白了，就是说，OK，我算是，因为你刚才讲的话比较委婉嘛，说是钻空子嘛，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嗯哼，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怎么样，都会造成有一些人的困扰。你要不然造成一些男性困扰，要么造成一些女性困扰，要不然造成这个跨性别的困扰。就是如果我们纯粹用男厕所、女厕所去做这么一种划分，就必然会让一些人困扰。我的意思大概是这样。我大概明白，就是说，其实，怎么说呢？我们就说这正常，就说普通人其实这个去厕所，他只是上一个厕所，这个我们就不考虑了，就是说这个也不会什么作奸犯科，他只是去上个厕所，不管是跨性别男性啊，顺性别女性，对吧？这个不考虑，就是说是不是会有一小部分人，比如说他生理是男性，然后呢也是认同男性，然后呢他去比如说他去女厕所，他就是为了干坏事儿，比如说偷拍，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对吧？但是呢，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就是说，这其实是有点像是针对一个犯罪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犯罪类型，他比如说通过一些装扮去扮演女性，然后进去一些女性空间，然后做一些不法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去惩罚这个犯罪？我觉得我们肯定是需要去惩罚的。对吧？那么对吧？就是说，但是这个话题其实是跟我之前讲到的大部分的，比如说跨性别女性去用女性的厕所，它其实是两个比较独立的事情，因为本身它只是一个对跨性别女性来说只是一个厕所而已，所以说，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能把这两部分独立的看待，对于这部分不法行为，一旦发现。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事后的惩罚，而不是一个事前的一个很武断的一个法律的一个一刀切的制定，因为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方面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事前的一些一刀切的监管，或者说是一些行政上的一些命令，它其实是不利于自发秩序的演化的。但是呢，像美国、英国这样子的普通法国家，它更强调的是一种事后的惩罚，它不会
事先的去好像以一种好像比较纯粹理性科学的角度去制定一些政策。我其实刚才跟你说这一堆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也涉及到一个事前就是约定的一种一刀切式的约定，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说生理上的男性就应该去男厕所，生理上的女性就应该去女厕所，这是一种方式，对吧？那这个肯定是很一刀切的，就像你说的，那我生理上是这个我认为自己是女性啊，但是我现在又还没有变成这个女性，但是我跑到男厕所，然后就会造成困扰等等这些问题。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方式呢，就是说我的表征上，我表现出来，我的表达上是男性，我就去男厕所；我表达出来是女性，就去女厕所。这种其实不也是一种一刀切吗？就是对吧？就是它，因为就像你说的，我支持你刚才说的那个说法，就是我们事后来说，因为厕所只是一个厕所，因为你知道，其实比如说在欧洲，就很多厕所是不分性别的，尤其是一些比较繁忙的地方，它是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男性的这个上厕所，他有这个自己独特的这种小便池嘛，对吧？那么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一排小便池，然后这些男性都在那儿上厕所，背后这个女性就进出自由啊，就在背后，就在同一个厕所里，然后女性就进到这个单间里去上，就有的欧洲厕所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就等于这就算是某一种无性别的厕所了，就你并没有给厕所去做一个性别标签，所以是不是这一下就解决了我们刚才所有的这些纷争啊？就是你厕所就是厕所呗，你不用在这个地方去强调说男厕所还是女厕所，是什么顺性别厕所还是跨性别厕所，就是不是没有必要这些标签？我们在事后，就是如果你在厕所里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那当然了，你在别的地方做了违法事情也一样，我们事后去在这块做一个法律上的约束和惩罚就 OK 了。你觉得这个方法会不会更好一点？对对对，就是说，比如说第三卫生间和无性别厕所，那当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解决思路。对我也非常支持，就是说，但我意思肯定说不可能说好像，这个一个大国家，它所有的地方，它都是说好像配备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的设施。我当然非常支持，就是说制定这个厕所规划的时候，它能够保留出这么一个区域，对吧？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但是我其实想表达只是，可能美国很多地方其实都没有，说实话，就是我那是，我那肯定，我去的，我待的很多州都没有。就说在这种情况下，总得是有一套社会规范吧，就是说，但是呢，我们对比一下吧，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很粗暴的去武断的去划分，说好像只是定义一个引号生理性别去什么对应的厕所，那其实它造成的社会成本是很高的，因为如果说我们真要去细究的话，那难道在每个厕所前面要弄一个什么验染色体机，或者说每个厕所前面要有一个什么 X 光仪来照它的生殖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社会成本不是，是不是所更加所以啊，高了呢？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嘛。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你如果真谈社会成本的话，那肯定是对于跨性别这个群体啊，就是你越尊重，它的社会成本会越高，这是肯定的。因为就像你说的，因为它是一个少数群体，对吧？就是比如人群中的，我不知道这个数字的精确啊，那么有人说是1%几的人，啊，是这样的人，我们比如就算1%好了，那就是说，为了尊重这1%，那么我们要某种程度上要麻烦那99%的人去匹配，对吧？你这个社会成本肯定是推高的。当然了，我们不可能说为了说节约社会成本，我们就置那1%的人于不顾，那是不可能的。人类的，你既然各种的这个基础建设呀、科技进步啊，这些文明的进步都在进步，所以我们人类是有能力去保护这些弱势的群体的，对吧？我们不是动物，我们可以保护这些人，也不只是跨性别了，包括各种各样的，对吧？包括有这种先天性的一些
患了比如说唐氏综合症啊什么，就像这样的人群，对吧？我们都有办法去保护他们，这个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方向。但是呢，话说回来，我们去怎么说呢？去为了这个1%，去推高这个社会成本，我觉得这里边是要细分的，就是这个政策。我还是想说回来，就是我觉得可能，呃，我们现在这个方向是不是有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公共政策啊，就是说我是，呃，我不能算是支持民主党的这一派政策，也不能算是支持共和党这一派政策。我们在反思嘛。我的意思是说，过去这些年大家所诟病的这些什么觉醒文化呀，包括民主党一直去推行的这些东西，里面是不是有些事情做的有一点过？就是说，为了尊重这个跨性别，或者为了唤醒这99%的人意识到这个有1%的这样的人的存在，所以呢，很多东西都是在做一种政治正确的资源上的倾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凭空的推高了一些这个一些社会成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做法会好一点？哎呀，就是厕所问题，要不我就要不这个我要不简单的再说几句，然后我们再说那个后面那个政策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规范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法律，就绝大多数美国的州其实都没有什么法律说好像生理性别必须进对应的厕所。绝大部分美国州，少部分红州是有这样子的法律的，但是依旧是依旧是就是说也是差不多是按照自己的性别表达去什么样的厕所。所以说就是这个的话，我们可以之后就，可以再详细讨论嘛。只是可能我们口头上会有一些，比如说有点表达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或许可以用一些文字啊，可以就是进行一些分析，可能更加的清楚。不，其实我是想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公共政策啊，比如民主党啊或者共和党，就刚才你说的这些政策上的分歧，你的观点是什么？你支持什么样子的政策？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说，不需要这么一个法律去规定说，好像就去的厕所必须要根据自己的引号生理性别来。我们就是，然后呢，在社会规范上，就是说给予一定的空间，就是说要允许，也不说就允许吧，就是说要对跨性别人士去自己，就是说性别表达对应的空间进行一定的包容，仅此而已。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你的意思是说，给予更大的空间，让他们去表达，是吧？自由的表达，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性别。但是呢，这个空间给到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它要框入到之前的一个框架里，对吧？你比如说，就还拿厕所举例吧，今天就围绕这个厕所说吧。这一间男厕所和一间女厕所，这个是固有的框架，这个东西就在这里戳着，对吧？我们刚才这个留言区里很多观众说有各种新的想法啊，对于新形态的厕所的一种划分，这些都很好。但是呢，我们回到现实说，比如说这个州、这个城市、这个地点，现在就是一个男厕所和一个女厕所啊，我们现在没有钱去改造它、改建它，就还得继续用，还是这样。包括呢，原本使用这个厕所的大部分的人，这个观念也很难改变，是吧？那我们就是还在是这么一个男厕所、女厕所，我们还在这个框架里，但是怎么样能够让这1%的这个跨性别人士啊，能够更舒服一些，对吧？你不要说就有一个法律规定了说只能是生理男进男厕所，生理女进女厕所，那你是不是可以稍微宽松一点？就是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基本上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对于这种
做一种跨性别名义做一些稀奇古怪坏事的，如果说真的是证据确凿的话，我是支持比较严厉的惩罚的。那比如说啊，我们现在不说厕所这个，还是回到这个，就是说，你说的更早一点干预啊。但是现在其实更争论的点其实不在厕所，厕所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在整个跨性别的所有议题里，厕所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只是大家拿出来好举例而已。真正比较大的争议就是对于这个未成年人，什么时候，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决定。然后他的父母有没有权利去替他决定啊？去更过早的去干预啊，做变性手术什么的。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必须要等他成年之后，由他自己来决定。你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吗？就必须要成年之后。就是因为不同的医疗手续的话，肯定就是说它的可逆性是不同的。手术的话，绝大多数是不可逆的。然后呢，激素和就是青春阻断剂，一定程度上是可逆的。就是其实就是我是想就是说现行阶段嘛，我先讲一下现行阶段，肯定就是说在18岁以前的话。是允许，美国大部分是孩子、父母、医生，当然也有州法律了，就是说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在18岁前进行一些激素上的干预，就身体发育上的干预，然后18岁以后才能进行一些手术上的干预，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框架吧。其实我主要是想提到一个更高维度的一个思考吧，就是说父母权利跟儿童权利的一个冲突。就说我们如果说往上看一层的话，那父母难道就是说做的所有的决定，或者说孩子做的在青春期做的所有的决定，或者说甚至说他们父母和孩子共同都认同的一个决定，难道就是一个对这个孩子最好的一个决定吗？就类似比如说在美国，他有很多家长带孩子，他们是不去学校的，他们是去 homeschool。不是说 homeschool 绝对就是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也有接触不少。我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那你认为谁能做这个法官呢？就谁能来判断、评定，究竟哪一个决定或者谁做的决定对这个孩子是最好的？你的看法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我的想法就是说，在18岁以前，父母还是一个比较偏大的一个权利。我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就是 everyone live in their own consequence， 就不可能说好像父母做的决定就一定是对的。其实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法官到底是谁？其实没有一个好像一个客观存在的法官，我们每个人他都在不同的做决定，都在活在他的后果当中。有可能他做了一个好的决定，他从此以后活得很开心，赚了很多钱。也有可能做了一个坏决定，从此以后一生都很悲惨，就是没有一个好像单一的客体，它是可以判断，只能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过程吧。就每个人只能这样子活着。是，所以我们现在整个这个人类框架大概还是这样，对吧？就是大部分就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还是一个婚姻的结构，是吧？大致是这样。然后呢，大部分的人还是会进入到这个婚姻的结构里。然后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组成大概也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孩子在他未成年之前，那大部分的这个决定和承担这个责任是由他的父母或者他监护人来做的。虽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坏的父母，有很垃圾的这个监护人，对吧？他不一定或者他心不坏，但是他认知在那里，所以他做出来的决定也对这个孩子不是最有利的。但是这些个例我们不用在这里去说了，但是整个框架还是这样。那你觉得你也还是基本认同这个，在这个框架里去继续做这个事情，是吧？对，我是认同的，就是我是挺反对一些就是共和党的州就是完完全全一刀切，然后还把父母支持孩子进行性别转换的认定为虐童，或者说各种形式犯罪。我是觉得是
没有必要，不可能就是一边说好像啊我支持父母权利，一方面又说啊我支持孩子进行性别肯定，又把他们列为犯罪，这时候父母权利又去哪里？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挺自相矛盾的吧。那你说你反对共和党的这个政策，那比如说，那你是支持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政策吗？就是说，在他未成年之前，就应该去做这些尽早的干预，是吗？啊、就是说，对对，我就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偏向民主党的，就是说，儿童、父母和医疗专业人员，他是一个三方嗯是应该达成一定的共识的，就嗯。是达成共识之后可以进行，就是说从浅到深的干预。我是觉得这那我个是我能想到比较我 好的一个政策了。OK，我当然知道，就是一个理想模型下啊，我也是支持这个方式的。就是说，我们知道任何事情，我们讲术业有专攻嘛，对吧？就是你都是普通人的话，你不了解这些医学的东西啊，那还是要听专业人士的。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无论是父母做决定，跟孩子一起讨论什么，这其实都没有太大意义。就是最终还是要让这个专业人士介入，去判断这个情况。当然，这个是我们说的一个最理想化的模型。那我们知道社会很复杂，有的这些专业人士，就是我们讲没有医德，是吧？有一些问题，那出利益的考虑啊，可能这么做他自身有利益，或者呢，长期的在一种政治正确的一种宣传的语境下，那他也迫于一些压力，可能遇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或者说这个药量给多少，有的时候真正到了那个专业领域，它也不是能够那么精确的，好像它也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医生自己的一个主观判断，对吧？我是多治一点还是少治一点？我怎么做，我能够少受一些非议，少受一些压力，或者我怎么做，我能够得到一些晋升的机会或者一些利益，也都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我想问你的问题啊，就是说，虽然你更偏向于支持民主党这边的一些政策，但是我也想听听啊，就是我们反思一下，因为你接触这个比较多，你觉得民主党的这一派人的关于跨性别的这些政策里面啊，我想听你来分析，你觉得比较过分的，或者你不支持的，或者说他走的有一点太偏激的，有没有什么这些政策？你跟我分析一下。嗯，我觉得就说民主党对少部分，我觉得是应该有待考量。其中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运动，就是说跨性别女性参加女性运动的问题，对吧？他不管是共和党的一刀切和民主党的一刀切，其实都是有损害自发秩序的，这个是民主党一点。是怎么一刀切的？就是说，是比较，比如说他只是根据一些，比如说性别认同，他就去参加女性的运动会，但是呢，他在生理上完全是一个男性，这当然这个是极端情况，但是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比较铁杆的民主党支持者觉得这个也是对的，觉得说好像他只是性别认同他是女性，他就可以参加女性，否则就是歧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过于武断的。还有吗？再举一两个例子。还有的话就可能是有一些极端情况，就是说对于一些比如说女跨男的情况，好像有一些地方好像是允许，就是说在未成年的时候就进行乳腺切除，这个的话可能是有一些很特例，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些过分，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其实对对对，这一点我也提一点，就是说。其实男跨女和女跨男其实是不一样的两套程序。它其实就是睾酮，它对人的影响，它对人的这种不可逆的一些影响是比雌二醇更大的。所以说，其实对于用睾酮，我觉得是应该更加谨慎一点。
对于或者说乳腺切除可能更加的谨慎一就是点。你是从这个可逆程度上去判断的，是吧？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应该不一样去处理，但是好像一些民主党的一些铁杆支持者会觉得好像两个是应该一样的，否则又是某种歧视区别。对，我认为这个是有些过分的。嗯，明白。还有吗？其他的话，暂时没有完全想到吧，可能以后会慢慢的去添加吧。这样啊，我们这个现在1个小时了啊，我们下面进入到这个阶段呢，你来，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给你提问啊，也经常打断你啊，那么我们现在想听听你来，因为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光谱，或者说是一个你的看法，当然你都已经表达了。那接下来呢，想听你总结一下，或者说你来好好说一下你的思考，就你认为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你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对于或者后面我们今天这个标题里讲的，我们该去向何方？那么就聊的是未来的事情，对吧？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嗯，就是我觉得在社会文化议题上，我的光谱是非常可以说是比较靠近民主党的吧。嗯就是当然没有到极端的程度。然嗯后，我觉得未来的话，就是说可以少一点，就是说过于学术和不讲人话的一些沟通。我希望民主党的政客是能够以一种比较比较务实的语言去讲，甚至我甚至比较支持，就是说用一些比较偏宗教的、偏基督教传达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对跨性别人士应该是尊重，应该去进行一些支持，然后我们是应该就是说针对他们给予一些帮助，而不是一方面就是说只是高举反歧视的语言，另一方面呢又好像存在的一些好像美化这个跨性别过程的一个说法。哦，对对对对，想到了，你这个你这么一问，我想到就是说，其实我对一些人就是说美化跨性别过程的这个说法，我也挺反感。其实我真嗯，的感觉就是说，其实是有点跨性别人士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对人生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负面因素，是，而不是说好像嗯OK，it's okay to be transition，或者说 ，so you are proud，still what somehow like proud of you，就是这个我确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一个风气吧。我比较嗯喜欢的一种对话态度是可能说是一种好像站在神学角度，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是生而平等的，对吧？我们就是作为耶稣的信徒，我们是应该去帮助弱者，去缓解别人的痛苦的嗯，角度去做事，去包容，去爱，而不是去排斥。我可以说我比较喜欢那个肯塔我比较基州的我州比较认同。长那个。嗯。OK，你说完，sorry。就是对，就是肯塔基他会用一种比较宗教式的语言去传达一些他认为的一些DEI 政策，一些 LGBTQ 政策，他就觉得所有的跨性别的孩子都是上帝的孩子，你应该去爱这个上帝的孩子，就是说去爱他、包容他、去尊重他的想法，去缓解他的痛苦，而不是说啊，这是我的孩子，我不想让他绝育，或者说我不想让他什么怎么样的，对吧？嗯，我比较认同你这个说法，因为原来我在做原来的节目里，我原来讲过这个观念啊，就是说，你看啊，男性跟女性这是2个标签嘛，对吧？那我们说这个世界不是二元划分的，不是只有这2个标签，我们一直在提醒人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性别或者性取向或者性征，反正都是很多元化的。对吧？实际上，我们就是为了在这个二元标签里面增加更多的标签。其实这个标签的增加，就跟我们做公共政策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标签增加的越多，或者说我们这个工作啊做的越细致、越细化，那这个政策越不一刀切。
啊，最简单的就是一刀切嘛，就是男女啊，这儿就是男厕所、女厕所，什么都是一刀切的，那这是最简单的。但是你作为一个执政者，作为一个这个行政管理者或者政策颁布者啊等等的，那么你如果工作做得越细致，你就可以去包容、照顾或者不冒犯这个人群，你可以这个圈子可以扩得更大。所以就像我说的，其实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高度的往上去拔，就像你刚才说的宗教的那个角度，那是什么角度呢？就是我把所有的标签都去掉。啊，这是一个方向，就是往上了去走，我把所有的标签都去掉，什么跨性别，什么这个不要，男性、女性这些标签全不要，就是这些其实全都是人类后天人为语言添加的标签。你真正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那大家不用分性别啊，不用分64种性别或者几百种性别，或者也不用分2种性别，多少种都不用分，把所有标签都去掉，那就是上升到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人，对吧？你不管你是什么性别，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人，对吧？我们是在尊重人的情况下，我们这是一个人类的社会，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让所有的人就尽可能的都要平等的这么一个社会？从这个角度去做，这个宗旨是这样。当然了，这个宗旨肯定会脱离现实，这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式的，就是我们不分标签，对吧？这一定会脱离现实。那好，回归现实怎么做？那回归现实就只能脚踏实地的，我们就越往下沉，就把这个标签去细化、多元化。你只能是丰富这个标签啊，丰富之后，那你根据不同的一个一个小标签，然后再把这个公共政策在不同的场域里再去细化。这是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两个方向啊，一个宗旨上无标签化的，一个是实际工作上的这个更多元标签化的。我觉得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可能是一个整个未来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对，我很认同。就是说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就是说确实是应该考虑到，就是说不同的人群，他应该对吧被照顾到，被体谅到，就是说，确实我是非常认同的，就是说一些政客一些法律制定者吧，确实也是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就说与之的话，就说与民众的沟通是应该跟上的，可能就是沟通是我对美国的一些政客不满意的一点。就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他们会把就是说，怀孕的人，就是说好像就写在法律上，就是说觉得然后呢去取代，就是说比如说母亲，然后说一些比较二元性别划分的说法，然后呢这就又导致一些攻击说现在怎么连母亲这个词都说不出口，不让说了。对，所以说，但是与此同时，就说我们就是说，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政客，就是要讲人话，以一种对话来代替一种，就是说好像很武断、很夸张的说法就是说就直接说这个什么民主党连母亲都不认，就是你得允许这个，就像你说的，你可以提一个新的词儿，对吧？这个新的词儿呢，它没有那么的显示出，就说怀孕的人一定是这个女性，对吧？比如母亲这个母字儿，是吧？你可以提一个新的词儿叫什么怀孕者或者什么的，假设。但是呢，你在推广这个新的词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标签多元化嘛。你等于你造了一个新的 label， 是吧？那好，但你在推行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我就要把过去的这个旧标签，我就一定不允许它存在了。那你等于不就是在冒犯这些还在使用，比如说我就喜欢母亲这个词，比如说对吧？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母亲，我就还在使用这个母亲这个标签，我就喜欢。那你凭什么不让我用呢？那你不让我用，你这不就等于是冒犯了我的利益了吗？那你等于是为了照顾那一群人的利益和你自己的这么一种政治正确，然后你损害了我的利益。我觉得这个就是走偏了。你得允许他们都存在，就是共同存在。你得想一个办法，能够让你造的这些新词儿、新的标签和固有的这些东西能融合在一起，对吧？是，确实对。
可能现在的一些立法技术可能确实是有一些改进空间的，一种更包容、更细致化的语言，就是把就是说普通绝大多数顺性别人士和跨性别人士都能够涵盖进去，都能够对包容理解。对，确实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以后比较想要感兴趣的方向吧，想要在这个方向再多看一下。好，那这样啊，我们时间差不多，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你还想要说的、想表达的啊？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你可以继续再补充一下。其实，我觉得大体上就是我想讲的就讲了吧，就是，当然，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讲讲，但是今天可能就差不多讲到这里吧。没事，我们是这样啊，就是随时欢迎你再来啊，就是你有什么新的角度或者新的思考，然后我们再起一个新的标题，我们可以再聊一期都没有关系啊，就完全看你的自由啊。好的，非常感谢北京先生提供这个机会。没有，我是挺想感谢你的，因为我正好我这部作品写到这个，因为基本初稿都写完了，我现在正好在一个定稿的过程中，就还有一些细微的措辞啊，一些这个语感上的一些调整，我现在在走这个过程，所以其实你说想跟我做这个对话，我是很开心的啊，因为能够直接跟一位跨性别人士去这么去沟通啊，我觉得可以给我很多的一些思考。可能有一些我这个一些措辞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我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修改，所以我挺感谢你今天过来跟我聊这些话的。谢谢。平时我不太能找人讲一些比较虚头巴脑的事情，因为现实中的人是几乎没有人知道我是跨性别，就是因为我也不想就是特殊化嘛，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就是特殊化了，别人反而会有一些想法，就会把这个标签盖住了我其他的一些优点、闪光点。所以说，对，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身上的标签是非常多的，对吧？你比如说，你就是可能这个性别标签只是人的各种标签的一个而已，没必要去把它特别特殊化的拎出来说，哎，这个人就是什么跨性别，什么就是顺性别，就好像除了这个标签之外，他身上其他的标签都没有了。他可能同时还是一个，比如还是一个母亲，可能同时还是一个妻子，或者他同时还是一个什么职业，或者他有什么的爱好，对吧？或者他长得高，长得矮，他比如滑雪特别好，或者滑冰特别好，都有太多的标签了。我觉得你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是，非常感谢。好吧啊，那就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啊，非常感谢云居过来啊，然后也随时欢迎你再来，好吧？好的，以后有机会一定再来。好，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好，那好，北京先生，拜拜，观众拜拜，拜拜。